大家好，我叫顾燕，今年35岁，我来自上海，这位是我的老公。大家好，我叫赵培义，我来自上海，今年36岁。我是一名设计师，然后我平时喜欢做一些设计和制作。这次我专门给帆哥设计了一个凳子。知道我在这个节目主持一站一宿很辛苦，累腿让我歇一会儿是吗？对，太好了，来吧，有请我们的道具老师上凳子。哎，不用了啊，我给你滴溜上来了。你这凳子，这蟋蟀坐还差不多。这看起来倒是个凳子没毛病，但是不是小了点啊？我是一名微缩模型设计师，主营的工作是把所有的大的东西变成小的东西。啊，这除了我没变小，这个送我的东西都是小的。你送这一个凳子显得不够诚意，本来这个头就不大。对，然后我这次带来了我制作的模型的一些场景。哦，我听明白了，送我一套房，对吧？对，那行，那行。我的天啊！这不仅是送我一套房啊，更是送我年少的回忆啊！这不都是我小时候生活场景吗？对，3个不同的场景。这我们家门口就这样。小时候我爸那个28自行车，后面还夹着报纸呢，《新民晚报》机器人什么什么站在了金字塔，哇，好细啊！这是我找当年的《新民晚报》，然后特意制作的，复刻的。对，哇，这个太厉害了。小时候爸爸下班的时候总是会带一份报纸夹在这后面的，所以看得出来，老爸也是非常关心这个时政新闻的人啊。对，咱们练那个自行车，对，小的时候我们叫掏裆那么练，直接跨不上去嘛，就是腿斜在这儿这么蹬。你是这么练的吗？我一般就是坐在上头。哦，他们说没有坐过28大杠的杠子上的童年是不完整的童年。对。要做这个，就是当年我们家有一个记录，我的舅舅带着我和2个表弟，还有我舅妈，我们5个人坐着一个28自行车。我和我大表弟坐前面这个杠上，我舅舅在这骑，后边我大舅妈夹着我那个2表弟坐在一个自行车上面。这现在得罚不少钱。而且我们还是骑在铁岭农村的土路上，啊，那时候那质量杠杠的啊。对，多颠的。这个场景其实是我的老房子门口的一个场景，包括像这个水池，小时候一直在里面玩水。然后小时候帮爷爷奶奶去生这个蜂窝煤，先放纸还是先放柴？其实，在我们北方也差不多是这样。对，北京胡同也这样。磨剪子嘞，抢菜刀。对，哎呀，太熟悉的场景了啊！这个是我们以前早餐的一个早餐摊。有油条，有油条，有大饼。像这个是这里边是什么？放豆浆的啊，这是放豆浆的。对，还有蜂窝煤、漏眼的砖块，而且这个材质就是砖的那个材质是吗？就是用砖块的材质亲手烧的。哇！当时为了大饼油条的比例，还特地研究了一下。哦，这个比例还要怎么？对，因为有时候做的时候特别稀，烤不起来。这个厉害了，这是崩爆米花的。崩爆米花的一个小场景。小时候胆儿小嘛，一走大街嘣一下。小时候又爱又怕的就是它。为了了解它里面的结构嘛，然后我会实地去考察这个爆米花机里的内部的结构啊，然后把它拆成零件。那怎么做的呢？3D 打印还是？全部手工。用各种各样的技法去还原它，做了这么一个爆米花机。对，这个爆米花机是可以用啊，是可以崩的，是可以崩爆米花的。不是你用什么崩？用米吗？对啊，就是用米啊。今天现场可以崩一个吗？可以。来，至少也得有快40年没听见这声了。这个是搁米。崩出来咱俩吃怎么样？虽然它是微缩的，但它所有的功能都和当时的机器是一样的，对吗？对，包括它现在在做的就是一个关锁的过程嘛。关锁，这个会很响吗？爆炸去了？等一下，期待一下。期待一下。你不是从小就怕这个吗？是会炸吗？
我需要加速一下，然后我现在就是用打火机去给它点一下。好，好，太好玩了。不会有危险吧？不会。如果是真实在家操作的话，就把那个碳点着。对，可以对吧？多一些。这是为了让我们在现场时间稍微速度更快一点，均匀加热它的周边。哇，这个太神奇了！哎呀，要喊一嗓子吗？哎，我好像已经闻到那个爆米花的味儿了。要爆了！爆了！好好玩啊！关亮老师，我先替你尝尝啊。哎，真的是脆的，香。这还有几个，来，来，我和我们小朋友都尝一尝。我尝一尝。哎，真的是那个脆的那个味儿，所以你不感觉吗？太神奇了，太神奇了，对吧？我们这儿就拿了5个，你吃了一个6个。不是机器太小，我感觉是我们人长得太大了，对吧？这都是1比几啊？复原有的各种各样的比例，有1比10，有1比18，有1比6，都有。您是每样材质都尽量还原于它那个食物的材质吗？对，像这个锅和消防栓都是用的金属制作的。烧水壶底下，我们家呢确实是黢黑的，怎么都擦不出来了。这个水龙头也是可以用的，可以拧得动。然后这个水表也是有的，这个灯可以亮。哟，手电筒，手电筒，嘿，自行车的链条它是真实的链条，它都是可以动的。我的天呀，你这是怎么接到上面的？它是手表的一个齿轮，包括刹车都是可以用。老式的秤，它是真可以使用的。过去在我们那儿嘛，一到菜市场，2斤高的。这个秤杆啊，你这是用牙签做的吧？哦，不是，这是一整根的木头，然后慢慢给它削成这样的。哇，你这时间真多呀！一根木头削得这么细，这动手能力极强。对，充满了好多回忆。你今年多大？我今年36。你的本职工作是？我的本职工作是首饰设计师。首饰设计师，相关的。36岁，按道理还没到那么怀旧的年纪。这其实是我一个练习手工艺的一个方法啊。但是呢，家里老人非常喜欢这些类型的东西，他会跟你说，煤球炉应该是怎么样去生的，然后家里的门口的水池应该是什么样子的，包括家里门口的地砖的款式样式是什么样子的，他都会跟你说。你会发现和他们沟通这样的话题的时候，他们滔滔不绝，对，他们特别愿意分享。对，然后呢，我女儿也2、3岁了，她对这个东西其实也非常的喜欢，陪她一起去使用跟玩这些东西的时候呢，我们家里的人的沟通也更加的顺畅，所以说慢慢的，就是开始做这个东西了。这些要做多长时间？像这一桌子全部做完的话，大概是半年到8个月。珠宝的事就不需要设计了哈。我现在是全职是做这个。啊，就等于以前的那个行业你已经完全就不做了。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像我们这些老的东西是越来越少了，我是想去把这些东西保留下来。那为什么不1比1做一个大的呢？1比1大的你保留不下来啊，没有地方去放它。就是在我们现有的家里面，还能找出那么一块空间来存放我们的记忆。对，存放那些老物件，可能这个微缩版是最可行的方式。对，哎，那我想问一下，你的先生啊，作为一名不务正业的珠宝设计师，多半年的时间，在家唯一的成绩叫玩具也好，叫艺术品也好，得看谁来理解了哈。您理解吗？我是很理解的。您做什么工作？因为我也是一名珠宝首饰设计师，都是属于工艺美术行业的。那么在这个行业当中，其实是有很多关于手艺人的坚持。那我们作为首饰设计师也好，作为微缩模型师也好，那么我是希望他能够保持这份初心，然后把这份手工艺延续下去。其实我是非常感谢我老婆对我的理解，
有时候呢，我也会给我老婆、给我孩子做一些小礼物，然后去给生活增加一些小情趣。没错。然后我还就是做了一些视频，然后发到网上，很多的网友都非常喜欢。你会发现有很多人跟你有共鸣，很多人都很怀旧。对，会有很多的网友会来找我定制这些东西，就比如说家里的老人以前是做木匠的，那这个网友他家里人是不是做木匠，他就想留这么一套工具是吧？对。一说到这个，我再插一句哈，我爸最引以为傲的就跟我说，儿子，你老叔结婚的时候，他那全套屋子里边的家具，都是你爸嘎吱嘎吱嘎吱我给他做的，就是用这样的刨子，这地儿插那个刀片刮片啊，用钝了之后就给它拔出来换新的。对。包括然后这个锯条，过去的锯条会大一点。哟，这真的是拉手的哦，全都是可以使用的。真的是可以用的。好，手工的这个推子，现在不都电推子了吗？哦，这是承载我一段特别不美好的回忆。有那么一句话嘛，叫“老爱胡须，少爱发”。我在这个上中学的时候，那时候就开始爱臭美了。但我爸就说：“怎么小男孩现在不关心学业，开始臭美了呢？不行，以后你的头必须我亲自给你剪。”我的妈呀！我到现在我还有张照片呢。就拿这个推子推的，哪儿都是缺一块的，你知道吗？记忆最深刻的就是给一位网友定制的老家的厨房。哦。因为外婆嘛，年岁大了，回不了老家，她最经常待的地方就是厨房。这位网友他向我订了一间他们以前老家的厨房的1:18的一个缩小的一个场景，前后往老家跑了大概有4、5次，传回了大概几十张的照片，然后还有视频啊、测量啊，准备了1个多月，然后前后2个半月的时间做出了一套那个小的一个厨房。那套厨房水龙头是可以开的，然后火是可以用的，上面的瓷砖是我问那个厂商定制的陶瓷做的，然后包括地上的砖头都是我一块一块手工烧制出来的，然后铺在下面的，完完全全根据那个厨房的样子打造的。那个老人家收到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开心，就是天天摆在床头。关键它还可以去使用，找那种感觉，它还真的不是说那个假的可以替代得了的，它是有温度的。对，其实怀旧不同人会有不同的方式。你看，对于我们心灵手巧的设计师来讲，它可以非常巧妙的，而且非常真实的还原当时的那个材质物件。当然，我们普通人可能做不到，但是我们从家里保留的老相册啊。比如说我们孩子的小时候，我们舍不得丢掉的那些衣服啊，对，玩具啊，对，其实都是承载我们对过去时光的怀念。对对对，但我觉得大的东西没有办法留，但是我们的记忆希望留下，啊，然后美好希望留下，就把它缩小、缩小、缩小、缩小再缩小。那就让这些宝贵的、难忘的痕迹不要消失得太快。